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威廉。前不久，新竹市政府在南寮渔港举办了国际风筝节嘛，没想到活动释放的巨型糖果风筝竟然把一个3岁的小女孩卷上了7、8层楼的高空。好在最后小女孩是有惊无险，平安落地这样。其实我当天也正带着我们家的小皮蛋在现场放风筝，事后想想真的也觉得是蛮差的。Anyway， 经过这次的事件相信大家也突然惊醒说，哇，原来风筝这么与世无争的童玩，也潜藏了这么大危机。事实上，世界各地的风筝节3不5时也都有一些意外传出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那些你想象不到的风筝意外。2015年3月15日，西贡风筝俱乐部为了同顿市即将举办的风筝节活动，一行人来到了胡志明市福门区的一个风筝场地，准备试飞一个翼展达18公尺、印有越南国旗的巨大风筝。广场的旁边有一个富人经营的小摊位，专门卖些饮料、凉水给现场的风筝玩家。这天，在5岁的小男童文明达的拜托下，母亲与外婆只好将他带到现场一起顾摊。当时因为天气的不稳定，西贡风筝俱乐部释放的巨型风筝其实已经掉落了好几次，其中一条风筝线勾住了饮料摊附近的桌子，还撞倒了椅子。小男童捡起了掉落的饮料瓶时，竟然被风筝线缠住了双腿。这个时候呢，风筝又刚好因为强风急速的升空，直接把文明达卷上了20公尺的高空。目睹一切的外婆整个吓死了。接着风筝线好死不死就在高空中收开，文明达就从20公尺掉了下来。文明达的母亲冲过去想接住儿子，却失败了。最终文明达在送往医院急救之后宣告不治。事故发生的过程仅仅只有30秒钟。离奇的是，当风筝掉落在文明达还有他的外婆身边的时候，西贡风筝俱乐部的成员并没有再次打算将它起飞，甚至他们发现就是风筝已经有点失控，然后自己被风吹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也紧急抓住了风筝的尾巴，然后导致了风筝的那个长长的拖尾就断掉了嘛。一般状况来说，风筝的尾巴如果断掉，它就会失去平衡，当然就没有飞行的能力。不过好巧不巧，这个时候风筝刚刚好卷住了文明达，小男孩竟然就刚刚好成为了风筝的尾巴，使得风筝再次得到了平衡。文明达还有他的外婆一家人都非常的穷，一家人18口挤在一个30平不到的破房子里。在事故的最后，西贡风筝俱乐部向文明达的一家人提供了2600万越南盾的丧葬费还有赔偿费，其实折算起来大概也才1240美元而已。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，东京都知鹤县的东近江市都会举办巨型风筝节的活动。大概是从江户时代中期流传到现在的一个传统习俗，相传是用来庆祝就是男孩子的庆典。东近江风筝节据说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1958年的时候也被东京都知鹤县选为就是他们知鹤县的文化遗产。在1993年更被日本政府选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庆典特征呢是每一年一定都有一张代表性的就是巨型风筝，大概100张榻榻米那么大的 size 是最基本的。最大的风筝呢是在明治15年的时候，足足有240张榻榻米那么大哦。人们呢会在风筝的上面画上鸟类或者是鱼类，然后在风筝的下部用红色的毛笔写上字，然后将其与图案就是结合在一起，让整个风筝显得更有意义。然而呢，在2015年5月31日的这一天，东近江风筝节一只重达700公斤、长13米的巨型风筝，从200公尺的高空就是坠入了当时的观众席，造成了73岁的古井纯一的直接死亡，也另外造成了在场6人的受伤。之后呢，知鹤县的警方调查认为，负责整个活动安危计划的工作人员，即便已经预期到了这样巨型风筝可能造成的危险，他们也没有去做足够的预防。最后该市的法院也就判决，主办单位必须要赔偿给古井纯一还有这些受伤人员3200万日元的丧葬费以及赔偿费。前面我们介绍过，就是直接被风筝卷上天空的意外，也有看过直接被风筝撞死的意外。那当然也有那一些间接因为风筝死亡的意外。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个度假胜地嘛，
那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，在巴厘岛男人眼中啊，最重要的2件事情，一件是斗鸡，第2件事就是放风筝啊。在巴厘岛，什么东西都有神，有树神、花神、鹿神，连风筝都有神。而每年7月的巴厘岛风筝节更是1年1度的盛事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节日。为了向印度教的众神感谢丰收还有收获，通常巴厘岛的风筝会在尾巴装上一个竹片，那当风筝在空中飞起的时候，就会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嘛，就是很像是人们在神明的耳边 murmur， 要记得祝我们来年就是收获顺利。那至于风筝的造型方面，则大致上分成了3种。分别是鱼形、鸟形以及夜形。Baby 是最大的风筝，看起来像是巨型的乌贼。Dragon 呢，尾巴很长，最长可以达到100米以上。Pelican 则最需要熟练的飞行技巧，因为它不稳定的形式，经常会跌落到地面，也因此1年365天里面，在巴厘岛的天空啊，总是可以看到几个零星的风筝，也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散落在道路旁边的风筝。2020年6月18日，一只无人看管的风筝掉落在登巴萨，那当时风筝的线就垂在地上。Iwan Losman 则骑着摩托车沿路从远方驶过来，那好死不死的，他经过这个风筝掉落的地方的时候，他的脖子刚好被风筝线缠住了，那他的机车还是继续往反方向前进嘛。那这导致了 Iwan Losman 就是失去平衡，那与来自对向的卡车相撞，导致他的胸部还有腹部多处的受伤出血。虽然立即送往了当地的医院，最终他还是因为失血过多在急诊室里死亡。所以咯，生活中其实潜藏了各式各样的危险，即便是风筝这么与世无争的童玩也是。那下次大家带小朋友出去放风筝的时候，就知道要格外小心咯。我是奶爸威廉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咯。